纪元更迭，你们还是这么弱小。骷髅踏出通道，睥睨群雄，第一句话就表现出对这一方世界的不屑。天神书院的长老分析，这骷髅并非本体，只是借助一具骨架过来，但这白骨来历不凡。骷髅开口点评自己的骨架道：“当年他可是一名绝代丽人，可惜红粉骷髅最终也不过如此。”众人闻言，心中一动，一些人眸光闪烁，出现奇异符文，观察那具雪白的骷髅。天神书院的几名长老更是蹙眉，目光奇异。石浩也在尝试观察，想看看他的真容。片刻后，他成功了，仿佛看到骷髅血肉再生，化成完美无瑕的躯体，风华绝代。还有一些人成功都不禁动容，这女子姿容倾城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，哀怨、凄婉，还有遗憾。众人蹙眉，片刻后，天神书院的一位长老突然大叫，露出怒容，神力澎湃，恨不得杀过去。长老怎么了？有人不解地问。长老说道：“这是我族的一位祖上。”众人愕然，这位长老活了无数岁月，来自某一古老的长生家族。长生家族是祖上曾出现过不朽强者的族群，是从上一纪元遗存下来的黄金家族。骷髅说道：“这算什么？比他更厉害、更天才的尸骨还有的是。如今我不过是借用一下而已。”众人估量，这具骨架生前至少是超越教主级的人物，强横无匹，有望仙道。石浩看了一眼王熙，小声道：“红粉骷髅，姿容不弱于你。结果那一纪元大劫一来，却落得这个下场，你也要看看啊！”王熙差点催动金刚镯，勒紧他的头颅与元神。骷髅说道：“当年有些人强行冲关，自封10丈石室中，结果空留肉壳，元神消失。如今，我们可以将他们的骨骼归还，等待他们再现。”所有人都发呆，他在说什么？根本听不懂。唯有石浩心中巨震，一下子想到了某些情况，睁大了眼睛，感觉不可思议。在一间10丈石室中，一具雪白骷髅提及黑暗之地，元神被囚，肉身空留。石浩曾亲历此境，闻言心震，回想起那冰冷黑暗的放逐之地，元神被困牢笼，时间长河奔腾，点缀着无数黑暗牢笼，其中几座光芒璀璨，囚者强得惊人。自古以来，许多修出仙气的奇才元神莫名消失，肉身却长存。天神书院一位长老出身长生世家，知晓秘辛，询问黑暗之域。骷髅坦言了解不多，盼望被困生灵归来，透露经历，并称若有人回归，可归还其遗骸。石浩想起仙古遗迹中的接引殿，曾见元神冲入，遗葬大秘。他不解为何跨界而来的骷髅提及此事，怀疑黑暗之地与另一界生灵退离9天10地的原因有关。骷髅透露，一位大人物因追寻自身来历，对黑暗之地感兴趣，引发众人震撼，竟有如此存在，不知自身根脚。骷髅淡然表示，仅是那位大人的兴趣，却也暗示跨界而来意味深长，气氛顿显紧张。尽管通道开启，众人心凉，察觉天下将乱。骷髅提及黑暗之地，转移了恐惧，但其跨界之一点醒众人，祸端将至。骷髅叹息时间未到，真身无法通过，仅借助乾坤袋对抗天地意志，以骷髅之身现身。长老质问为何无法跨界，骷髅坦言越强者越难通过，除非界壁破裂。众人骇然，这超越教主级的骷髅在彼方竟不算强。骷髅提出让此界之人与彼方后辈在黑色山岳上对决，范围受乾坤袋霞光限制，仅后辈可跨界比试，意在掂量此界力量。天神书院弟子闻讯群情激愤，摩拳擦掌，欲迎战来敌。老一辈的愁眉苦脸，担心的不行，可那些后辈们可不买账，一个个心气儿高得很。他们早就听腻了仙古纪元覆灭的惨事，强族凋零的旧闻，现在终于碰上另一世界的生灵，早就摩拳擦掌，巴不得冲上去挑战呢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天神书院这边，长老冷着脸质问道：“想骗我们的人去送死啊？”雪白骷髅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们要是怀疑，就拿出混沌至宝来试试真假呗。”话音刚落，他身后通道里一阵喧嚣，一群生灵冲了出来，那架势就跟魔神降临似的，杀气腾腾。天神书院的人赶紧瞪大眼睛看，这些生灵穿着冰冷的甲胄，兵器闪闪发光，有的骑着蛮兽，有的徒步，看起来都是年轻一代的高手。书院弟子们惊讶地发现，这些生灵大多也是人形，跟他们没啥两样。有人就纳闷了，长得跟我们差不多，为啥要打我们啊？雪白骷髅挑衅地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一部分阴节，谁要是不服，尽管来试试。”石浩心里叹了口气，只有他知道，这些生灵其实是他去过的那个地方的同类，并非真正的恶魔。他甚至一眼瞥见了熟人。以前他在边荒那边的世界登上不朽山，见过一些顶级奇才，后来他们去见不朽者，也不知道他们经历了啥，一直把石浩他们这一届的生灵当魔，当入侵者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石浩对此也是一肚子无奈。这时候，天神书院的领军人物，一个黑袍老者拿出一张画卷，展开后低声念叨着什么。骷髅道：“果然是十界图在你们这儿，把它跟乾坤袋放在一起，你们就不用担心了。”这话一出，周围一片哗然。
大家都很吃惊。不是说无量天最厉害的法器是九黄炉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个十界图？有人解释说，十界图不是无量天的至宝，而是九天十地另一处古地的宝贝。天神书院的长老们开始商量起来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们也想看看对面的生灵到底有多厉害。有人喊道：“长老，让我们去跟他们打一场吧，我们可不怕。”对啊，几万年都没碰上，这次一定要好好打一架。大家叫嚷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宣布，刚才跟十界图沟通了，对手不是想耍阴谋，情况确实跟平时一样。这话一出，周围先是安静了一会儿，接着就热闹起来。罡风呼啸，乾坤都在颤抖。十界图飞上天空，快速翻腾，射出大片光芒，连域外的大星都跟着颤抖。接着它猛地暴涨，气息越来越恐怖，神力汹涌澎湃，像大海一样。十界图越来越厉害，不断放大，吞掉诸天星光，它里面的世界都显出来了。轰！十界图和乾坤袋还没真正撞上，就已经很不一样了，构建出一片战场，不怕死的可以进去试试。有人喊道。事情出乎意料，十界图和乾坤袋并在一起，居然幻灭不定，开辟出一片神秘的小世界。对面有人喊：“谁敢一战？进来吧！”还是瞧不起天神书院的弟子。突然，咔嚓一声，雪白骷髅身上出现裂痕，他坚持不住了，因为这个世界排斥他这种强者没法久留。十界图和乾坤袋对立中，那片小世界已经开辟出来，山林茂密，霞光闪耀，看起来很不一般。天神书院的长老说：“想去的尽管去吧。”一下子几十个弟子都动身了，准备去进攻。王熙对石浩说：“走吧，我们也该去。”这时候绿驼、妖月等人也动了，准备进去大战一场。一群年轻人大步向前，有人热血沸腾，有人自信满满，还有人满心不忿，只想一战。他们来到黑色大月镜前，即将踏入那片神秘的光幕，进入另一个世界，生死难料。石浩和王熙并肩前行时，小声说道：“这么多人进去，得死多少啊？修为低的就别去了吧。”旁边有人听到后不乐意了，还没开战，这家伙就想着退缩。有人嗤笑石浩，说他跟在王熙身边还这么胆小。石浩却只是善意提醒，光有热血不行，进去枉死太不值，该不会想当逃兵吧？有人诧异。石浩直言，有教主级强者在里面，当然要逃，这还用问？在一些人看来，这种情况下应该死战到底。石浩这话太没骨气。妖月公主却扑哧一笑，对王熙说：“妹妹，你这位道友可真可爱，还没开战就想逃。”王熙无奈白了石浩一眼。黑色大月雄伟，被光幕笼罩，前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天空中，十界图和乾坤袋并列，仿佛融合为一体，开天辟地，混沌气扩散。众人毫不犹豫地从山脚下闯入这片奇异的小千世界。十界图曾闪动神芒，照耀出一片绚烂的光，不然他们进不去。这不是跨界，但也差不多了。瞬间，众人眼前一亮，花香鸟语，草木青翠，崖壁藤子雾，瑞兽嘶吼，神情清明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这和外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，是个充满生机的世界。那两件至宝果然厉害，合在一起后，真的造就出一个奇异的空间。回头一看，身后的人都不见了，只有一片混沌界壁。外面的人也看不到他们，只能看到一片朦胧，有仙光激荡。石浩蹙眉，尝试击打界壁，却被巨力反弹。有人取笑他想逃，王熙也觉得有点丢脸。众人奇怪，后路被截断，前路地形壮阔，和外面看到的完全不同。有人推断，他们可能在十界图内，如今已是画中人。也有人说，这是混沌至宝开辟的空间，也许不比一个古界小。玄坤提出，真正的十界图和乾坤袋组合在一起，才形成这片天地。一座古传送阵出现，弥漫着紫雾。众人猜测，传送阵可能是让他们去与那批生灵汇合、激战的路途。传送阵开启，他们瞬息消失，来到一片广袤之地。对面，一群气运超然的生灵走了过来，个个都是顶级奇才，仙道之气一出。石浩仔细观察，寻找其中格外惊人的几人。绿驼、王熙、妖月等人也感到压力，对面的人太强了。石浩暗中传音道：“你们不是世界另一岸的真正凶灵，而是我们的同类，何必相残？”对面的人却不屑回应，认为石浩他们这边的人是被侵蚀的魔鬼，不配称为同类。石浩再次传音：“本是同根生，血脉之力都是一样的。”对面有人却说：“你们是魔鬼，早已忘记自己是谁，自当诛灭。”石浩他们这边的人都感到不解，为何会这样？石浩坚信自己这边才是被入侵的世界，对面的人却不愿接受他的说法。就在这时，对面传来阴冷的笑声：“有些人难道去过我们的世界？上次一位老祖推断，逃走了一只小虫子，看来在你们当中。”石浩一惊，感觉对方极度危险，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敌人所在的世界的生灵。他传音道：“我要活捉你，弄清楚究竟。”那生灵嘲讽道：“一直在战败，从未胜过，衰败的谷地，低下的族群，
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这不仅是奚落，更是对9天10地所有生灵的赤裸裸羞辱。10号、玄坤等男子，王熙、邀月等少女都感到愤怒，这揭开了他们心中的伤疤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们怎么不说话了？那生灵再次开口，依旧隐藏在暗中。天神书院的弟子有人喝道：“有种出来，我定要跟你大战300回合，修出一道仙气的小修士，也配与我争雄？你差远了。”那生灵冷淡回应：“想死还不容易吗？我成全你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道无形剑气冲出，洞穿了那名弟子的躯体。好在石冠王出手阻挡了部分剑气，那名弟子才活了下来。这生灵的手段让众人不寒而栗。10号蹙眉，这手段和3000州的杀手王朝天国类似，却更加高明。天神书院的人自然不忿，大声呵斥：“是谁？出来一战！见不得人的鬼东西，有种出来一战！”群雄激愤，但修出3道仙气的高手却都蹙眉，因为连天眼都无法发现那人的踪迹。腐朽的废土果然越来越衰败了，很弱啊。暗中那人似乎在摇头。10号反驳道：“总念叨祖先的战绩，算什么？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呵呵，我的那位祖上还活着。”这句话让10号、绿驼、王熙、石冠王都震惊。那生灵的祖先竟是参与过仙谷一战的强者。我知道，你应该就是那只虫子，一会儿我揪你出来，收为仆人。暗中的人语气平淡，却让10号心中一震。猎杀开始，看一看谁将谁擒杀。10号回应。此时气氛无比紧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对面的鹤发女人说道：“还等什么？横推过去，就像当年我们的祖先那样，将魔鬼扫尽。”灰发男子也说：“统统斩了就是。”白袍少年更是自信满满：“我觉得对付他们应该可以速战速决，不然是一种耻辱。”天神书院这边的人自然不会退缩，一个个向前冲去。对面的生灵披着甲胄，手持各种兵器，杀气森森。鹤发女子冲向绿驼，两人碰撞，迸发出绚烂的光火。邀月公主也被一名赤金甲胄的男子挑中，双方展开激战。10号也在出手，同时寻找暗中的生灵。这时，一个白衣少年向王熙发起攻击。王熙吃惊，他有伤在身，却不想退缩。需要跑路吗？10号问他。我选择进来，就是为了一战斗。王熙回答。百日10皇涅槃功，王熙施展秘法，恢复到巅峰状态。10号则继续寻找暗中的生灵，他必须时刻戒备。终于，他感应到了对方的契机，大喝一声：“过来，受死！”10号一掌击出，虚空如琉璃般破碎，露出一个庞大狰狞的生灵，一头虚空兽。这头凶兽有着犀牛身、猛兽头，18根犄角，高达数百丈，异常威猛。10号惊讶地发现自己已不在战场，而是进入了原始山林间。虚空兽，10号大吃一惊，这是古籍中记载的生物，现实中早已绝迹。他曾在巴域见过残缺的虚空兽皮，但在3000州也未见过活物。附近的山林中，一些身影在激战，看到这一幕都露出惊容。世界另一岸的修士也吃惊，没想到暗中的人是虚空兽。愚蠢！那些遗落在这片残碎古界的虚空兽，只能配称之为兽，早已堕入下等。虚空兽冷悠悠地开口，对这一界的生灵带着蔑视。10号决定以行动回应，他的拳头威力惊世，但虚空兽动作灵敏，一拳击空。虚空兽自视甚高，10号却嘲讽他最适合当坐骑。10号再次出手，108000根金黄色的神羽浮现，燃烧着璀璨的金光。远处的战场中，众人看到山脉中的炽盛金光，惊呼不已。10号如同一尊浴火的战神，被无量黄金光束包裹。虚空兽却表示10号的攻击还不够。10号的黄金羽化作绝世天剑，洞穿虚空，发动全面进攻。这一击太强横，让远方的修士都心头悸动。10号的108000剑粉碎虚空，让山脉深处大月崩塌，巨湖消失，天空龟裂。这是他以3道仙气催动的绝世一击，威力惊人。然而虚空兽的18根犄角发光，撑起光幕，挡住了大部分金羽。10号的攻击只有一部分落在他的犄角上，力量被卸掉大半。虚空兽主动出击，施展虚空断魂，一道刺目的光束横贯天地，斩破一切阻隔。10号横空带动黄金羽，展翅击天，与虚空兽展开激烈的大决战。两道身影一大一小，快如闪电，不断幻灭，一会儿消失，一会儿又显化，如同真仙在激战。这个地方沸腾，两人的战斗惊天动地，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虚空兽仰天长吼，巨大的身影如同山岳般沉重，他口中喷出成片的光刃，那是空间之刃，能割裂天地。这种力量无处不在，将10号笼罩其中。10号撑开唯一洞天，形成绝对领域抵挡，整个人化作一道彗星般的光束，砸向虚空兽。巨大的碰撞声传来，10号的拳头与虚空兽的犄角撞在一起，如同打铁般响彻山脉。两大强者激战到白热化，天风浩荡，电闪雷鸣，各种神通异象纷呈，山脉抖动不止。10号双手结印，
演化雷帝宝术，勾动9天上的雷霆猛击虚空兽。虚空兽咆哮，18根犄角发光，通天动地，迎战雷海。两者相撞，如同大星爆炸，天穹上景象惊人，雷鸣震耳欲聋。10号也目瞪口呆，这虚空兽太强了，竟正面与他相抗。轰的一声，天穹爆碎，10号和虚空兽都被震得倒退，10号披头散发。他们分开对峙，为对方的实力感到心惊。周围一下子寂静了，刚才的激战看似惊人，但都发生在电火石花间，时间几乎是停滞的。附近的人目瞪口呆，这是3道仙气的年轻至尊大战传说中的虚空王兽，惊世骇俗。一群废物在此，太碍眼了。虚空兽突然开口，消失在原地。远处一座山峰上，一名修出一道仙气的年轻人惨叫，脖子被划开，鲜血喷涌，头颅坠落，元神碎灭。10号怒斥，俯冲过去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天才殒命。虚空王兽冷冰冰地说：“一群血统低贱的生灵没有资格看我出手。”他继续大开杀戒，又击杀了数人。10号怒发冲冠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有人如此肆无忌惮的杀人。他冲向自己这一方的人，想抢先出手保护，但虚空兽掌控空间，天地被禁锢，那些人都不能动了。10号以大法力强行突破，撑开空间向前杀去。虚空兽再次击杀数人，冷嘲热讽：“果然都是废物，连杀6人，有半数都没有修出仙气，也配进这处战场。”10号杀意滔天，手持大罗仙剑，身穿雷帝战衣，108000根金色神羽再现，斩向四面八方。虚空兽大喝断，但金色羽毛并未全部断裂，射杀四方敌。那几名来自世界另一岸的生灵惨叫倒地。虚空兽低吼：“你敢杀我的仆从？”10号冷冷回应：“是吗？那我也会心安一些了。”他原本不想杀戮，但怒火填膺，实在忍不住。身体内流淌着肮脏血液的虫子都解决了，没有碍眼的东西了，可以慢慢收拾你了。虚空兽舔了舔嘴，向前逼来。四野山脉在恢复，因为这是石界图与乾坤带演绎出的小千世界。虚空王兽带着10号来到山脉尽头，说：“免得再有虫子打扰，换一个战场。”10号阴沉着脸，跟着来到这里，胸腔中有一股滔天的杀意。你居然去过我们的世界边缘，身上一定有秘密。现在好了，远离了战场，你身上的所有机缘秘密等都属于我了。虚空兽自语道，很自信。10号目光冰冷：“你有恃无恐，觉得一定可以拿下我？这一代人中，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小觑我。”他声音嘶哑，怒发倒冲，要为死去的那几人报仇。6道轮回！10号大喝，整个人的精气神急速提升，施展出了绝世功法。6道轮回，6种法印的起手式融合在一起，轰的一声爆发出了惊天一击。虚空兽大吃一惊，这是他寻找10号的原因所在，想独自得到秘密。他一声咆哮，身上的虚空兽皮发光，头上的18根犄角抖动，迸发无量神芒。9转天宫！他暴喝。下一刻，两者间爆发出了无以伦比的神力波涛，浩浩荡荡席卷这片山地。虚空兽真的没想到10号掌握有6道轮回这种盖世天功，这种古天功曾经给予他们那一届的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而今这一古天功又出现了，让他怎不神色凝重？故此他也拼命了，竭尽所能动用了一桩古老的功法，阻挡6道轮回，跟10号血拼。接连大碰撞，6口黑洞出现，吞噬虚空，克制他原本的本命神通，熔炼一切，6道轮转，无物不破。不过当9转天宫出现时，总算让他摆脱了危局。这里仿佛大破灭了一般，混沌雾丝翻腾。最后一击时，2个生灵的身影才再次出现，全都嘴角一血，踉踉跄跄。但是10号眸子发光，还在动，并且迅疾无比，一下子就到了近前。这一拳直接轰向虚空兽的头颅，刚猛无比。虚空兽咆哮，浑身发光，但还是传来了沉闷的声响。10号这一拳太过刚猛，距离这么近，将他头上的鳞甲都轰得破碎了，鲜血长流。当然，虚空刃也同时斩中了10号，让他身上鲜血淋淋。10号与虚空兽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大战。10号施展6道轮回，而虚空兽则以9转天宫和虚空秘力反击，双方都遭受了重创。10号凭借强大的恢复力和大道之花上的模糊小人，让虚空兽有所忌惮。然而随着战斗的持续，2人都疲惫不堪，无法再施展强大的天宫。最终10号凭借对宝术的精通和强大的抗性，破解了虚空兽的乾坤红炉，成功反击并重创虚空兽，骑在他身上准备给予致命一击。